今天呢，我们会教你一个视频生成的技法和一个新的视频生成的模型。那这个技法呢，可以让所有的加速模型生成的质量都非常的高。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Master Model 生成的效果，非常的漂亮啊！来看一下，那这个模型就更厉害了啊，它是一个 1.3B 的模型，但是呢，生成的质量也非常的高，几乎可以媲美 14B。那同时呢，它采样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啊，几乎可以达到实时生成这样一个速度。另外的话呢，占用的显存也非常小。那针对我们840×1382这样的分辨率来讲呢，它占用的显存呢只有6G 啊，所以说是不是非常的惊人？好，下边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我们叫做 self-forcing。你硬要翻译的话呢，你可以叫做强迫症模型啊。那就是说它有一些强迫的机制。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模型的创新点，有兴趣你可以去读论文。那第一个呢，就是它会解决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这个叫什么误差积累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自回归的模型。自回归呢，你可以认为是逐帧往下生成，我们根据上面的帧来生成下边的帧。但是训练的阶段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之前的帧都是完美的，所以说下一帧也没有问题。但是在真正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利用第一帧生成第二帧的时候，第二帧呢其实质量已经有一定下降了。所以说呢，当你生成第三帧再去生成第四帧，这种误差呢就会不断的积累。那到最后就会造成变形啊，甚至有一些不能接受的这种视频当中的一些场景。所以说呢，它在训练的时候呢，就不单单让你去看这个完美的训练的这个视频，也让你去把你生成的这个视频来当成什么训练数据也参与进来。那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它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再碰到类似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创新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KV Cache。它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定的这种缓存，把我们需要训练的一些重要信息通过 KV 这种形式给它检索出来，并且把它缓存起来，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提升这个速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创新点就可以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模型在包包脸上的主页，它有很多的这个类型比方针对 SID 模型的，针对 GAN 模型的还有针对我们的 Diffusion Model 类型的。那么大家下的话就下这个就行5.68个 G 把它下载下来。注意，这是一个 1.3B 的，也就是13亿参数的一个模型，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小的。下边呢，我们来构建工作流。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给大家构建了这个对应的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回头呢，我会把这个工作流呢发布到我们的 Running Hub 上，大家可以搜索有趣的80后程序员，然后在这个相应的工作流里边可以找到我们今天演示所用到的工作流。好，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是怎么构建的。这个工作流呢不用我过多的去解释它就是个WAN 2.1的文声视频的工作流。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模型加载的部分，我们加载了 Diffusion Model， 我们用的就是 Self-Forcing DMD 这样一个模型。然后我们的编码器UMT5， 然后我们的 VE。下边呢有一些基本的配置分辨率832×480，然后帧数81帧。这儿我用了补帧和放大，所以说我的放大系数是 1.5。然后呢我们进行采样校正 Shift 8.0， 然后我们的浅空间的配置，提示词一个汉服美女，简单看一下。好，下边是采样器。采样器呢，注意 CFG 一定要设成 1.0， 因为它是个加速模型然后我们用8步就可以，你看一下生成的这个质量非常的高。然后呢，我们会用到一个 Upscale Video 这样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呢，是用来放大视频的。原来我们放大视频是直接放大图片，然后再把它串起来，是吧？那这个就直接放大视频。那我们用的放大模型是这个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下补帧这个我们之前都用过，当然这个就不属于生成的部分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生成的效果非常的棒。下边我们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这个提高质量的技法是什么，就是这个采样器大家别用 UniPC， 原来我们都是用 UniPC， 你可以换成 LCM， 这个质量呢是非常有保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所有的加速模型这个都是适用的。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还构建了一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跟刚才是一样的，那唯一不同的地方我们这儿用的是 Master Model。这个 Master Model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个 Diffusion IV， 就那个东西。
它只不过是原来的名字叫 Master Model。你要注意，它整个工作流都一样，只是换了一个模型，同样是8部采样。然后我们这儿用 LCM， 大家看一下，质量也非常的高。我们放大之后，这个就非常漂亮了。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模型这儿。那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认识到它的优缺点呢，我们下边做了一下对比，就是用它和 Master Model 来做对比。那这种对比本身是不对等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 Master Model 是14B 的啊，而这个 Self-Forcing 是 1.3B 的。那我们做这样一个对比，就是让大家认识到它生成的质量到底有多大的提升。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生成的这个效果，一个汉服的美女。第二个是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站在山巅上边，而且呢有这个异兽啊，当然他这个异兽这是个啥东西也不好说，你可以认为是山海经里边的一个怪物。那在这儿揭示了他的一个缺点啊，就是横屏的时候会出现2个一模一样的人物，这是他的这个问题。当然质量还是很棒的，是吧？那这也是一个汉服美女。这儿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宝剑，因为我这个提示词里边写的是什么？一个汉服美女啊，手里边拿着一个鎏金的有古文篆刻的这样一个玄冰宝剑啊，你看一下，这个想呈现，但是不是特别好，是吧？所以说这是 1.3B 模型的一个效果。当然放大之后呢，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古典美女，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一个海边的女孩，这个是一个古典美女和中国龙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大家看一下，依然出现了2个人物的情况，所以说它这个缺点比较明显啊，很容易出现，尤其是横屏，就是832乘以480，我把它叫双胞胎场景啊，大家理解就行了。这是这个模型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那下边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它生成的这个速度呢，我们来试一个啊，大家看一下。那我们把放大和补帧都跳过啊，这样的话大家能感受出来采样的速度，要不然这儿的占用的时间就非常长。你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快。我开始运行，我们不算模型加载时间。大家注意啊，现在我们开始加载模型，这个不算啊。模型加载其实速度也很快。主模型啊，完了啊，下边开始采样，看啊，81帧，什么感觉？有没有被惊到啊？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从加载模型到采样到最终渲染，我们仅仅用了30秒，而且是81帧。所以说我们说它可以在高端 CPU 上达到实时生成的这种效果是不夸张的啊。大家看一下生成的质量的确非常的高，这是我们对它生成速度的一个直观的理解啊。当然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其他的技法，让整个质量可能更好一点。比方说我们可以加 Sage Attention， 那我们还可以加CFG Zero Star 是吧？那甚至呢，我们可能还能加 SLJ。我们再来采一遍啊，大家看一下。好，下边呢开始采样。这个 Escape Layer 这儿只能用了 Tcache 之后才能用啊。这个是 KJ Node 的那我们先把它干掉吧。好，速度依然飞快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可能就更真实一点是吧？效果细节会更多一些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加上这些东西啊，让它变得更加的漂亮。那下边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啊，就是同样的提示词，那2个模型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拿宝剑的这个。那我们针对 Master Model 来看一下 ，Master Model 呢相对来说对提示词的遵循程度就更好。质量当然更高，因为它是个14B 的啊，但是 1.3B 的模型能达到刚才的那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对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我们对比的这个效果。第二个呢是这个雪地里边的一个古典美女，我们看一下，这是 13B 的表现，这是 14B 的表现啊，大家看一下，还是 14B 的要好很多。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海边的女孩，这是 1.3B 的表现，这是 14B 的表现。当然这不是个东方女孩，不过没关系啊，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晰和漂亮。这是中国的一个龙和2个美女的这样一个效果。双胞胎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说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就一般吧，是吧？那我们再来看14B 的表现，非常的好看啊。
那通过这样一个对比，大家就能发现啊，虽然呢 1.3B 做了很大的质量的提升，也在清晰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跟14B 来讲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当然呢，我们在这个里边也没有用到我们说的那些 Sage Attention 啊和这个 CFG Zero Star 这样的一些技术啊，你可以用一下试试。比方我们来用龙的这个啊，它本来已经很好看了啊，下边我们再用一下对应的这个辅助技术啊。首先呢，还是我们用一下 Sage Attention， 然后这儿我们选 Auto， 下边呢我们用一下 CFG Zero Star。它虽然也是加速模型，但是它采样的速度呢就慢一些了啊。好，我们来试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采样的速度就要慢很多，是吧？跟那个 1.3B 那个没有办法去比啊，因为模型大小在那儿摆着呢啊。好，这个采样就完了啊，大家看一下，现在呢它整个这个动感啊、画面啊、人物的动作呢就好很多，是吧？你看一下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模型和一个新的技法，是不是非常的惊人啊？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